上一期中说到，路飞一行人终于和警卫门罗会合，为了打败凯多，解救和之国，警卫门与大家制定了作战计划，于2周之后的火鸡之夜攻入鬼之岛，讨伐凯多和大蛇。之后，路飞在简陋村与凯多大打出手，被凯多一招雷鸣八卦秒杀，瞬间失去意识，被关进了囚犯采石场兔井。在监狱中，路飞遇到同为极恶世代的超新星尤斯塔斯基德，同时另一个可以用鱼骨杀人的神秘高手也被引出了水面。另一边，警卫门与犬蓝一行人为了拉阿修罗童子入伙，来到了阿修罗童子盗贼团伙的大本营头山。和之国第2幕开场，头山，犬蓝公爵与阿修罗童子展开激烈对决，二人实力不相上下，几乎打个平手。打到兴头上的时候，犬蓝公爵发出灵魂拷问：你有这等实力保护玉田大人所爱戴的9里人民的身上？阿修罗童子愤怒又绝望地回应道：那个人已经死了，事到如今，你们还来这个国家干什么？为了继承玉田大人的意志，是你忘记了玉田大人的意愿，放肆挥刀！阿修罗童子暴喝一声，弹开犬蓝的刀，一顿猛砍。不要以为你自己什么都懂，阿修罗童子与犬蓝公爵打得难分难解。这时警卫门赶过来，一招火流，一闪击出火焰，分割了犬蓝和阿修罗童子。阿修罗童子把刀一收，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丝毫没有老战友重逢的喜悦。在他眼里，警卫门等人形同陌生人，不是连陌生人都不如的敌人。失去玉田大人的和之国，我都看了20年了，突然回来的你们知道个什么？我现在没有扒光你们，还放你们离开，你们应该心存感激。我只是迷上了玉田这个男人，只为他卖命，但我可不会侍奉光月一族。阿修罗童子带着手下们一边向远处走去，一边抛下一句冷冰冰的话：你们在这20年里抛弃了这个国家，这段空白期是回不来的。警卫们不想放弃阿修罗童子，但阿修罗童子态度决绝，再劝说下去恐怕还会引起大战，他只好暂时作罢。这时出去打探情报的忍者雷藏赶回来，向警卫们等人报告路飞的最新动态。路飞被凯多干掉了，目前正被关在囚犯采石场兔井里。警卫们立刻安排雷藏继续监视，找机会救路飞出来。另一边，小玉被凯多袭击后，幸运地遇上了犬蓝公爵和火枪队，被送回了边里村飞彻这里。小玉醒来后，看到一群人围在自己的身边，师傅飞彻居然也在。小玉得知自己被乔巴等人救了之后，赶忙向大家道谢，寒暄几句。小玉向乔巴他们打听斯皮德和路飞的下落。乔巴告诉小玉，路飞被抓进了囚犯采石场。小玉听后焦急地爬起身，乔巴赶忙安慰小玉几句。像这种出生入死的事情，路飞都经历无数次了，小场面都是小场面。兔井是和之国的一个乡，现在多指位于那里的囚犯采石场，犯下重罪的人会被强迫进行严酷的劳动，直到死去。据说至今还没有人从那里逃出来，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海底大监狱推进城，据说除了金狮子也没有人跑出来过，被路飞给搞了个通透，不仅自己成功越狱，还带出来一大群囚犯，在路飞面前就没有不能越狱的地方。路飞进入兔井的第2天就开始了繁重体力劳动，辛辛苦苦地搬了一上午的石块，中午就领到一个小小的团子。路飞刚要吃掉，基德驮着巨大的石块飞驰而过，一把将路飞手里的团子撞飞，并且踩了个稀巴烂。路飞气得大骂不止。基德因为干得多，得到的团子也多，别人只有几颗，他有满满的一大碗。路飞看到后瞬间燃起斗志，现在可不是在监狱里消沉等死的时候，必须勤于修炼，好好干饭，养精蓄锐，才能与凯多一战。结束了一天的重体力劳动，到了晚上领饭的时候了，犯人们排着长队伍去领一天的口粮，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痛不欲生的表情。人的体力是有限的，正常人拼了命干一天也搬不动多少石块，自然领到的口粮也少。一个长得矮矮的老爷子看着碗里可怜唧唧的一颗小丸子，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发饭的看守对老爷子冷嘲热讽说道：搬大石头5次一个团子，上了年纪连自己的饭碗都保不住了吗？兵爷，你终于离死不远了。老爷子低声说道：我可是干了一整天。看守抡起手中的狼牙棒，将老爷子一棍子撂倒，你还敢顶嘴？与这些凡夫俗子体力完全不同的是路飞和基德，这2个怪物级别的人物，就算是戴着海洛士手铐，也像是喝了假酒一样，体力爆表，精神头倍儿足。抬着大石块在采石场内疯狂飙车，看守拦都拦不住。堆满了一整艘船之后，路飞和基德还不满足，嚷嚷着赶快换一艘新船来继续干。2人开挂一般的工作量都快赶上一整个采石场所有犯人的工作量加起来的总和了。一个看守吓得傻了眼，戴着海洛士手铐，在身体虚弱的情况下都这么变态，这要是摘了海洛士手铐，兔井还不得被这2人给砸了。路飞和基德捧着一堆口粮兑换券来到换粮食的地方，一人领了一大桶的团子，躲在牢房里狼吞虎咽，一边吃一边互相拌嘴，吵得不亦乐乎。
在监狱里最怕的就是挨饿和孤独。路飞和基德互相抱团取暖，把这2个大问题都解决了。原本嚣张跋扈的看守们现在根本不敢得罪路飞和基德。他们隐约记得路飞和基德刚被送进来的时候身负重伤，说话都困难。没想到光是吃饭睡觉，2个人就已经完全恢复了。一个看守让另一个看守向路飞发威风，威慑一下他们。路飞一个凶狠的眼神递过来，看守到嘴边的话硬生生吞了回去，顿了顿，憋出一句话，细嚼慢咽。由于路飞和基德太能吃了，把看守们的口粮都干了个干净。这一下子惹恼了副看守长人造恶魔果实能力者河马哥，这家伙也是个真打，真的打不过敌人。现在凯多手下的真打都已经成了被人一招秒杀的代名词了。河马哥大吵大嚷，扬言要教训一下路飞和基德。这个逗逼和之前腰上长虱子的霍尔德姆有一拼，他身后的河马和自己也是分开的，没事就把他整个吃掉，憨的一批。这得是什么脑洞的设计师能设计出这种二货人物啊？河马哥吵吵嚷嚷的让手下把路飞和基德带过来见自己。此时路飞和基德吃饱了肚子，正躺在牢房里悠哉的睡觉，突然被一群看守吵醒，捆着铁链带到了一个长得像屁股一样的河马怪兽面前。河马哥和犯人们都看傻了，别的犯人都饿得皮包骨头，这俩人吃的浑圆，像2个皮球一样，这可真是前所未闻。第一次见到有人能在囚犯采石场吃撑的家伙。作为副看守长，河马哥他自己还饿着呢，犯人居然吃的肚子浑圆。路飞和基德同时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的呼出去，整个身体一下子瘪了下来。河马哥拿着匕首大骂：“你们俩他妈到底是饥饿时代还是饥饿时代？好像他妈800年没吃过饭一样。”路飞活动了一下关节，突然瞥见倒在地上的老爷子，他心头一紧，怒气值正在慢慢积攒。旁边的小喽啰过来帮腔，警告路飞和基德不要和看守作对，否则的话，第1次斩断双手，第2次斩断双脚，第3次就可以确定为死刑。河马哥点点头：“你没有任何反抗的权利。”基德动了动手里的手铐，冷冷地问：“我们可是带着海楼石的弱者呀，我们只不过是认真干活而已。”河马哥想找借口搞他们，于是临时定了一项罪名，就是把他的团子吃光之罪。河马哥大叫着冲过来，基德要动手，路飞叫住了基德，表示这件事一定要亲自动手才行。河马哥一口吞掉了路飞和基德。据看守们所说，河马哥的嘴里是他的残杀房间，他一般都是在这里处决犯人，不过现在这里变成了路飞和基德的残杀房间。河马哥被打上空中，接着被一顿暴揍，被打得七窍流血，失去了意识。路飞和基德爬出来，路飞来到老爷子身边，将老爷子抱起来，扛在肩上。看守跑过来，指着路飞和基德大喊：“你们2个完蛋了，居然对看守动手，死刑大大的！”基德面无表情地问道：“证据呢？有监控吗？有录音吗？什么都没有，你逼逼什么？”看守一败涂地，犯人们则欢呼不止，实在是太痛快了。一直以来，从来没人替他们出头，路飞和基德简直就是犯人们的救星。花之都伪装成街头荞麦面摊老板的山治，在整个都城出了名。他煮的面又香又劲道，十里八乡的人都慕名而来，队伍排得好长，居然罗宾和弗兰奇都忍不住跑过来吃面。今天的号外来了，弗兰奇将送报员叫了过来，要了一份号外，内容还是关于某个杀人犯的大新闻。不过这次不是索隆十郎，而是一个叫做连藏的世道杀人犯。号外上特别标注，此人已经杀了数条人命，极其危险。另一条号外是一个关于名叫丑三小子的盗贼，据说此人只在丑时3刻现身，劫富济贫，是一个专门偷取富人钱财转送给穷人的大盗，深得百姓们的欢迎。另一边，乌索普、贝波以及红衣海团的无名士们穿梭在花之都的大街小巷，给那些脚踝处纹有月亮印记的人们偷偷塞小纸条。警卫们画的这幅坚毅的图案，收到的人打开一看，立刻就明白了其中的含义。光月家族回来了，他们在招兵买马，准备起兵干掉凯多和大蛇。得到纸条的人大多数都激动万分，他们苦苦等了20年，终于等来了这个机会。但是目前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大蛇对这个国家的武器管控非常严格。这个国家规定，只有武士才能有佩刀，而且国家中已经没有剑道场了，空手道、柔道等一切武道场都被禁止了。大蛇清除了一切可能存在叛乱的地方。收到纸条小哥激动得浑身发抖，就算是赤手空拳也没有关系，这一天等太久了，这是反抗大蛇最后的机会，干他丫的！花之都某个官邸内，小忍带着娜美偷偷潜入进去打探情报。小忍利用自己可以腐烂一切的果实能力，带着娜美躲进了宅子里的天花板夹层内。两人轻手轻脚的来到一个房间的上方，打开一条缝隙，偷听下面的对话，看起来好像是和之国在与其他的国家做武器交易。两人还想听一些细节的时候，因为交流的声音有点大，直接暴露，被下面房间里的敌人发现。小忍慌的一批，一边跑一边大喊大叫，和娜美一起向宅子外面狂奔。娜美在后面一边追小忍，一边提醒他冷静。接着，娜美找到一个机会扑过去，捂住了小忍的嘴巴，强迫他闭上了嘴，自己轻声学了几声猫叫，骗过了敌人。
本来敌人已经放松了警惕，结果小忍这个猪队友又是一顿骚动。敌人将刀剑刺穿天花板，小忍惨叫声更大了，更多的敌人跑过来包围了宅子。敌人将大砍刀齐刷刷的捅进天花板里，差一点就将小忍和娜美当场捅死。二人连滚带爬，好不容易逃了出去，暂时躲到了房顶上。小忍喘着粗气，和娜美缓缓道来自己如此恐惧的原因，他有尖锐恐惧症。娜美叹了一口气，这也太不适合战斗了吧。小忍虽然在战斗上有点废，不过逃跑技能点倒是点满了。只见他用忍术变成了一只大风筝，带着娜美乘坐风筝溜走。因为小忍有点老花眼，在潜入宅子的时候什么也没有看到。好在娜美眼疾手快，短短的几分钟内，从交易军火的那2个人的手中看到了十分重要的情报，交易军火的时间和港口的名字。这样警方这边就掌握了一大批军火的交易时间和地点。正好起义军们没有武器，现在武器的问题得到解决了。二人乘坐风筝经过花之都的街巷，看到了一条排得好长好长的队伍，队伍的尽头传来煮面的阵阵香味，而面摊老板的声音听起来分外熟悉。娜美看清后惊呼一声：“我丢，这不是山治吗？你是来召集武士的，还是来摆摊赚外快的？这个世界，但凡你有一些小成就，总会招来某些小人的怀妒。”街巷的暗处，一伙不怀好意的歹徒恶狠狠地盯着山治。面摊的生意不错，摆摊那小子是谁呀？混哪里的？知不知道这片地儿谁罩着的？敢来我铜锣湾发财，是不是不想活了？看来有必要让他知道这里谁才是扛把子。鬼之岛蛮横霸道的汉泽杰克此时像个犯错的小孩子一样，老老实实的被另外2个人训斥。一个人肥胖滚圆，像个充气的气球，嘴里还叼着一只雪茄；另一个人则又瘦又高，身穿一身黑色制服，高冷孤傲。这2个人就是和杰克变成3灾的另外2个最高干部，是杰克的2个大哥，他们分别是义在奎因，火在晋。他们3人是已知的凯多手下中最高的战斗力。要问和之国谁最狂，凯多手下看板王。杰克小老弟，你所管辖的酒里最近收益不是很好啊，现在没了多弗朗明哥，你应该知道下一个交易对象在哪里吧？杰克低声说道：“抱歉大哥们。”晋指了指旁边的大胖子奎因，鄙视的说道：“拖后腿的话，奎因一个人就够了。”奎因毫不相让，反唇相讥：“你这个喜欢拷问的变态人渣，还有资格说我？”二人谁也看不起谁，越吵火气越大，眼瞅着就要动手了。杰克在一边连吱的一声都不敢。我是谢幕君，咱们下期见。